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欢迎你收听以及收看 BFM 财经的自由时事。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沙巴的大选之后，其实最后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对于全国来说呢，对于全国的政局来说，会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哦？那记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开始之前，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也不要忘记来参加我们的民意调查哦。好的，那我想大家对于这次沙巴选举的结果呢，可能有些人觉得是非常惊讶，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对于西蒙，特别是对于民主行动党而言呢，这一次的这一场灾难性的清零式的惨败啊，真的可能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这个沙巴本土意识与政治势力的全面的胜利啊。那究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然后这样子的现象对于全国的一个政局又会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的邀请到了胡一山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博士你好。大家好。博士，对于这一次的沙巴选举的整体啊，我们先来请你简单聊一下，对于整体的这个观察，你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呢？对于这一次沙巴州选举，像是西蒙惨败、本土势力大胜的结果，你觉得它所释放出的一个是怎么样子的政治讯号呢？我觉得其实这一趟的这个选举和过去的选举其实分别也不太大了，只不过一些课题啊，一些所谓 issue 啊有所转变而已。那么基本上也还是说，在城市里的这些选民或者是近郊啦，就是比较靠近城市的这些选民呢，他们的比如说对政治的这个敏感度比较高。那么会对一些比较抽象的，可以说是比较抽象的课题了，那么比较广义或者是宏观的课题呢，可能会更为关注。那么在乡区的这些选民呢，那么就对民生问题啊，这个基础设施问题呢，可能就比较他们认为是比较重要了。所以你看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我想像你刚才所说，大家关注的尤其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可能还是民主行动党竞选8个议席，然后吃零鸡蛋了，然后这个公正党呢竞选10多个议席，然后只赢1个。那么而且所赢的这位候选人呢，好像也还是从就说这个叫做 GRS 的这个党派借过来的一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啊等等。那么我想他们就说势力的这个原因呢，也有至少2个了。那么第一个可能就是刚才你所强调的，比如说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个提升啊等等。那么这本土意识的提升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新的课题的一个出现。那么下一次的这个选举里呢，也许这个课题会继续有，也许会有另外一个课题来取代它，都有可能的。那么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个提升，主要也就体现在说要有更多的权益下放到沙巴，然后这个所谓的沙巴的税收里的48%要给回沙巴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呼声。那么很多选民，尤其是在城市或比较近郊的选民呢，他们对这些课题可能比较敏感哦，会认为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说西马来的政党呢，可能在就说所谓维护沙巴权利啊，把沙巴的所谓欠款追回来啊，这一点可能会力不从心啦，所以就没有把票投给他们。不过也有我在想了，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其实和这一点是有点关联，但是这个原因其实你放诸沙巴或是马来亚都皆准哦，甚至沙捞越都皆准，那就是什么呢？也还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这种贪污腐败的这个问题了。你看，好像这个公正党呢，
他这一次选举前几天呢，首相的这个前政治秘书啊被逮捕啊，被指控说有这个贪腐的罪行啊等等。行动党呢，更加是这几年来，他跟这个 GRS 合作的很密切嘛，然后 GRS 呢也在各种的视频里面，他的一些领导人好像也出现一些，总之不是很正规的一些行为了。那么大家看到一向来主打反贪反腐的这个行动党啊，竟然会跟这样的一些政党联盟走得那么近，甚至有时候出来跟他们公开的辩护，说他们也做得很好啊等等。那么立刻让大家想起当年的国政的里面的另外一些政党也是这样做嘛，所以大家也就以同样的这个投票态度来对待这个行动党了，是吧？这几天有很多的创作者呢，也有很多的 YouTuber， 当然也有很多的评论出来哦，大家都在检讨为什么火箭这一次会遇到这样子的挫败呢？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是火箭自身的傲慢还有策略错误所造成的哦。那不晓得博士你怎么看？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大的原因是导致这个传统的华裔的铁票仓倒戈的原因呢？当然也有一些所谓这个什么火箭执政了之后变成傲慢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看法了。这看法也不止沙巴嘛，我看西马很多朋友有这种看法。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就说也应该是就说大家不把票投给火箭的其中一个原因嘛，就是认为你骄傲了，你不是好像以前这样跟我们一起很亲民啊等等。但是你看他在沙巴的一些领袖哦，其实起码表面上看起来也很亲民嘛，也是常常去服务民众啊，然后也在咖啡店跟民众一起喝茶等等嘛，是不是？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就说所谓的吃零鸡蛋呢？我觉得还是走回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点，就是大家看到这些领袖，虽然一方面你服务很好，不能否认，那么你也很亲民，也跟大家打成一片啊等等，但是就说在必要的关头啊，你对于那些被指也许不是你的党员不是你的党要但是就说你的一些友好政党的一些领袖被指控贪污的时候你不是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的你甚至还跳出来为他们辩护说，其实他们也很不错的，在他们英明领导下，这个州必迈向什么什么光明的前程等等，人家听到作呕你知道吗？一方面认为你看起来也 OK 蛮亲民服务也蛮好，另外一方面你去 defend 你去捍卫这样的一些大家都认为深恶痛绝的政治人物所以在最后投票的时候，大家忍痛把你也踢走了，是咯。这个情况其实在西马半岛在联邦的层面上面很像也有因为包括像是我们看到说西蒙他不得已他必须要跟国政一起来组成所谓的联合政府团结政府，所以在过去的几次在西马半岛这边的补选呢，我们也看到像是尼可敏很落力的在帮国政在助选等等，不只是尼可敏还有很多人，所以博士您想补充什么？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点呢，我说我看到在沙巴跟在西马不同嘛，怎么说呢？就说你在西马，我可以理解到你没有选择因为假如西蒙你不跟国政组织政府难道你跟国门组织政府嘛？对不对？国门里面充满那种种族主义、宗教极端思维呢，怎么跟他组织政府？巫统也是种族主义很厉害啦，是不是？可是就说你相比之下，你可以两者取其轻在沙巴不是这样在沙巴你很明显看到你之前你跟这个民兴党合作无间in fact 所有的这些行动党的议员之前是在民兴党的标志之下出张的他们是在民兴党的标志之下中选的是不是？然后你一下子就把民进党踢走，然后去跟这 GRS 合作是不是？那么城市的这些华人你都知道对 GRS 没有好感的嘛，那么你也不伶牙俐马，你就继续
就在选前不久啊，你还跟他辩护啊，说什么他维护华教啊，他很好啊等等，那么不是跟好跟就让你在野一下咯，是哦。是。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评论说，这次沙巴的这个反风呢，很可能会吹来西马哦。在下一届的全国大选呢，可能西马这边的选民也会如法炮制，来这样子来惩罚，或者是来教训西蒙的候选人。你觉得这个反风吹过来西马半岛，吹到下一次大选的这可能性高吗？我想也不用吹了，这个风已经在那边了嘛，首先，不过我还是要强调那一点，这个沙巴基于沙巴人这样的一些情绪的，这是一个课题，这种课题也会来，也会走的哦。同样的，在西马这一边呢，我想也是同样道理了，在城市的这些选民，他们对于贪污腐败啊，对于这个政府的效率不彰啊，什么种族气焰狂盛啊等等，是很在意的嘛，是不是？那么可是，在乡区的选民应该不是这样的哦，乡区选民应该是就说看你能不能够给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服务啊，改善他的这个民生啊等等，所以就看到底最后乡区你赢到比较多一席，还是你在城市赢到比较多一席了，是咯。不是有另外一个观察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瓦利善，他能够成功的接收大量对于西蒙不满的城市非穆斯林的选票啊，那是因为说他是一个我们叫做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很像西马半岛这边是没有这样子一个选择的所以是不是其实西马这边的情况跟沙巴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对于又抗拒宗教政治的这个东马选民来说，瓦利善是一个标榜多元本土的第三势力，但是我们这里西马的第三势力很像还不成气候。对呀，所以的确是这样啊。就说在沙巴，它有一个，就说对于这些城市选民来说了啊，他们有一个替代的一个选择嘛，就是瓦利山的民信党。可是，在西马这些城市选民，我看应该不会去选回教党了，也不会去选土团党了，所以这更加不会去选刘博士的党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了。那么你说啊，可不可以有一个第三势力的这个出现？理论上当然是可能了，实际上呢，你这种第三势力啊，你还是要有一些，就说不只是城市的支持的，要有乡区的这个支持啊，才可能有第三势力。我们很常看到这种第三势力啊，很多是城市，他们叫孟沙第三势力啊，就是在那个孟沙，在吉隆坡孟沙这一带呢，可能就比较行。那么除了孟沙这个泡泡呢，可能就比较这个不行了。你看民进党不是的哦，它有沙巴东海岸一大片的这些沿海地区啊，是它的基本盘嘛，是不是？然后延伸到沙巴其他的一些沿海的非城市的这些地区，都是它的基本盘嘛。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乡区基本盘啊，就是说根据我的看政治的经验呢，你一个第三党派是有可能，但是也必须有其一定的这个乡区的这个基本盘了，是咯。那你怎么看？现在有些讨论说，沙巴的政党会西渡来西马半岛这里会跨过南中国海来西马半岛这边经营，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民进党在2022年好像假如我没有记错，2021年底、22年都已经西渡过一次嘛。结果西马选民给他的这个呼声是使到他每一个竞选的选区啊，都上市按规定哦，每一个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验，我不知道啦。假如我是他，我需要很认真的考虑啊，否则花那么多的劲啊，又再过去一次，又在所谓的断羽而归啊，那就真的很没有脸了，是咯。那博士你怎么样子看待说这一次民主行动党火箭他在沙巴的这样子一个吃鸭蛋全面溃败的情况，你觉得说其实他们要如何来面对下一届大选？因为其实不管说我们这里西马半岛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第三势力或者是另外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很明显的选民已经给西蒙或者是民主行动党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你会怎么建议说
DAP、火箭他们应该怎样子去接住这个讯号？他们现在应该要积极的做哪一些的改革？我看最重要的，大家所看到的，可能还是所谓的不忘这个初心啊，不忘初心，就说民主行动党作为一个就说社会民主政党，以及他所提倡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什么这个文良港宣言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就说你要给年轻一辈的这些党要啊，这些党领袖啊，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些精神的重要哦。你不可以因为执政了好长一段时间啊，然后就忘了这个初心啊，然后就打这种服务牌啊等等。城市的选民啊，他把那个服务当作是一个怎么说？你是必须提供，没有提供是你的错，可是有提供不代表就加分的哦，你明白是吧？就但你完全没有服务就给你减分，可是你有服务不会给你加分哦，所以你一定要那些就说你一向来所倡导的这些课题啊，你要继续不懈的去这个去努力哦。我看到的危险是什么了？坦白说，就好像我该说沙巴的行动党啊，不时的为 GIS 进行各种的辩护啊，等等啊，是不是？你看在联邦的层次啊，也必须说了，行动党也对马达尼政府的各种行为也是在进行这种各种的这个辩护哦，是不是？你这样做的话呢，你的基本盘是城市的选民哦，是不是？这些城市选民是不会因为你的这些辩护而去给你加分的哦，是不是？应该是把你看成了所谓他们所说的越来越像马华，不单止没有加分，反而减分了，是咯。到底民主行动党会不会步上马华的这个后尘？这个我觉得蛮值得观察。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年轻的意见领袖啊，他们有出来有这样的呼声说，希望民主行动党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应该要跟安华来进行切割啊，因为安华的前政治幕僚他涉入了这个贪腐啊，那还有很多的。我们也包括看到了说，之前民主行动党他们可能在赵明福的这个案件上面，他们也变得比较的被动啊，这个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当然比较强烈的批评，也有人说安华现在是城市选区的票房毒药，所以民主行动党应该要跟安华做进一步的切割。你会认同这样子的看法吗？或者是您的想法是什么？所谓切割啊，最起码你能够做到的了哈。我想也不用主动的去做一个切割了，因为始终还是这个执政联盟的一份子嘛，是不是？不可能跟你的那个这个执政联盟的这个头什么貌合神离啊，这样嘛，是不是？这也不对啦，对不对？如果你要维持在政府里面，但是你起码可以做到的，就说不要为他去积极的为他辩护咯。这一点，你知道这种是英文叫做 defending the indefensible 啊，就要已经很难去捍卫的啊，你还去捍卫啊，你这个不单是徒劳无功啊，到最后是事倍这个功半哦，是不是？你就说如果大家安华说，比如说在教育啊，在一些什么其他方面啊做的不够，最起码你不应该为安华辩护哦。那么第二，如果你说也加入一起混，那可能也不好啦，是不是？但是你起码你可以提出，那么你行动党这么多聪明人，又律师啊，又什么一大堆这些专家，是不是？那么你要提出一些方案嘛，说那我们认为呢，假如安华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情况会更好。那么你也公开的，你也跟安华讲，也公开的跟选民讲嘛，你的选民也知道你有在做工嘛，是不是？我知道是很怎么说，很微妙你的这个地位，但是你不能够去 defend 哦，但是你也不能够去跟着一起攻击啦，那起码你要提出一些方案嘛，说倒不如这样做了，比如说啦，读中统考啦，是不是？以前我也当过首相的政治秘书啊，那现在这个职位啊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位啊，我那时候没有这么危险了。那你看要承认统考，怎么承认呢？是不是要承认统考拉这几十年？那时候我提出的，可能我也不是第一个提出了，不过我也是很诚心的提出的方案，就是
假如你有考 SPM，那么 SPM 里面你的马来文，我看你喜欢啦，及格也好 ，credit 也好，拿 A 都好啦，是不是？假如有起码及格啦，那么我就承认你的统考咯。这个我觉得是很公平的哦，是不是？你既能够考统考，也能够考这个 SPM，所以你要提出一些这样的方案啊，让你的选民提出，诶，你是提出来一个很 reasonable 的，甚至有一点妥协的方案都好啦，是不是？诶，可是安华不接受哦，那大家就只怪安华，不会怪你了吗？那你去跟安华辩护，那大家是不是怪安华辩到也怪你，对不对？但这是你不应该这样做嘛，所以就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啦，动用你把你行动党的这些资源啊，人力资源咯，你就有人力资源部长嘛，人力资源其实就智库资源啦，是不是？你把它做好，你说 OK， 这个方案是这样啊，倒不如我们提出这个方案，看安华接不接受，然后是很 reasonable 的一个方案，安华不接受是安华的错了咯，我没有办法咯。我觉得民主行动呢，他必须要展现给他的支持者以及选民看的是说他有在做啊。很多人说其实民主行动党没有做错事啊，为什么这次要被惩罚？但是其实不做事就等同于做错事啊。另外一个其实观察点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沙巴选举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回教党在沙巴赢得了一个议席啊。那不晓得博士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对于回教党对他们来讲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胜利，那在您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呢？OK， 我们就拿这个选区来说啊，他所赢的这选区叫 Karambunai 嘛，是不是？其实就是围绕在沙巴大学啊那附近的一些可以说是沼泽地，有一些小岛屿，然后一些小山丘啊等等啊。传统上这些地方呢，这个我要说的，这个要说小心一点，是充满一些没有身份的人士住的一些地方哦。OK，那么经过时间的转变呢，这些本来没有身份的人士呢，慢慢变成有身份了哦，可以做选民了哦。那个过程你不要问我是怎么样，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总之是变成这样了，是不是？好的。那么你说是不是应该就歧视他们？也不应该嘛。可是事实上啊，他们是徘徊在社会经济边缘的一群人哦，是不是？沙巴的主流社会也差不多把他们当作没有到这样哦，是不是？他们要找生活也困难。回教党啊是很努力的，伊斯兰人是很努力的进去办学校啊，提供各种的民生的这些便利啊等等啊，是不是？他们不是那种很多很多钱的去做了，就小型的来做，甚至提供是上的是那种宗教课啦，但是起码有课上嘛，不完全没有嘛，是不是？所以人家是深耕了很多年啊，使到当地的居民感受到他们的诚意啊，然后人家才把票投给他们的哦，是不是？那么回教党是不是只在那个区这样做？也不止的哦，在沙巴的内陆地区，他们其实也这样做的哦。甚至这一次的州选，在东海岸有一个选区叫摩罗代啊，是斗湖的一个选区。一开始开票的时候也说，哇，回教党领先哦，甚至可能获胜哦，是不是？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在沙巴的多个地方有据点了，只不过这个现在是一个最明显也最成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据点哦，是咯。好，那博士你会怎么观察接下来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局势会走向一个什么方向呢？因为有人说本来可能最快2026年明年就会选举，但是经过沙巴这次的选举成绩出来之后，你预估下一次的大选会落在什么样的时间点？OK， 我们伟大的首相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啊。前几天有新闻界的朋友问他说：内阁改不改组啊？他说内阁改组也没有什么意思啦，再过1年啊，最多1年半可能都要结束了咯，改组来做什么？那一次他都给了你那个 timing 了嘛，1年后就可能明年底或者是后年到后年中这样了，是不是？就会这个大选了。那么我想呢，跟沙巴最相似的一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会就是说选举当晚赢得过半了，是不是？然后你必须共主这个所谓的联合政府了，是不是？那么共主联合政府的时候，这个也很务实的，也很现实的哦，谁
拿的席位多，那么谁就来主导那个联合政府嘛，一定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你巫统赢到多就巫统咯，你西蒙赢到多西蒙，要不然回教党赢到多就回教党来这个主导了。那么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也还是万一真的是回教党赢到最多的，其实这一次都已经回教党赢到最多了，就说2022年嘛，如果你说单一政党来说，这个伊斯兰党是赢得最多议席的嘛，是不是？如果好像大家所想的这样，伊斯兰党啊，他自己一个党啊，先不要说整个国门啊，因为土团党好像越来越式微了啊，是不是？那么方式的是微小的微啊，式微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回教党首先他把土团党的一些席位就慢慢的吸收过来。然后他做大的话，他真的成为一个单一最大的政党，虽然不过半的话，是不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政党跟他组联合政府的。你说会不会西蒙？也有可能哦，我千万不要说完全不可能哦，是不是？那么再看到巫统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哦。你看沙巴这次大选。你看国政啊，要做政府要到出面哦，强迫性的在最后1分钟就插进来说我也要做政府，不要忘记我，是不是？所以你都看到了吗？他那副模样啊，在下一次大选，他即便赢到不多，可是有就说比如讲30-40个啦，是不是？他也一定要讲强力，我要加进政府嘛。那么公正党呢？公正党我看也会哦，所以就看谁来主导了。我最担心的是，假如是伊斯兰党主导的话，你说会不会整个国家宗教化？那个是肯定了，那个已经不用再想了啦。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看，好像阿富汗，好像伊朗的经验，就是除了讲了宗教化哦，还有一点就是，就说他上台之后他是不肯下台了的哦。他就说，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也不需要选举了的哦。总之，永远我扎菲就是对了的哦，是不是？所以你根本没有多少来说什么5年后、4年半后再来重选过啊，就直接以后就由我来扎菲就对了。他敢这样做的哦，所以这是我坦白说心里面最担心的一点哦，是咯。是的，但是博士，现在也有人批评说，现在的团结政府其实也在竞争保守，包括我们看到前阵子啊，也就在沙巴选举的这个期间，其实在吉隆坡市区的一个男子的休闲中心啊，也被警察去扫荡啊，然后当然这个自由派的人士就非常强烈的在批评政府啊，认为说政府这样子会进一步的去丢失掉了这个城市的选票啊。那城市选区未来真的是岌岌可危，你怎么看？因为马来主流社会对于这样的性取向啊等等，他们是采取极为保守的这个态度嘛。那么大家都需要争取这样的一个所谓选票群。那么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的这个出现哦。但是就重要的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就是你看现在我们会说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啊，是在非常的就说不尊重各种的自由啦，各种的自由，包括性取向的自由啊等等。那下一次我不投票给他，你记着，你最后还讲多这一句的，那下一次我不投票给他哦，是不是？假如回教党上台啊，我看你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下一次我不再投票给他的咯，应该是永远由他来做的咯，是不是？所以这一点是我最为担心的了，是咯。我想非常感谢胡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解析这个沙巴选后的一些局势啊。那接下来我相信接下来的1年到1年半肯定会越来越精彩啊，因为我相信当选举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这个选举的这个烟硝味也都会四起。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关注点，再请博士回来跟我们来进行解析。今天谢谢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大家也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